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 Ella， 我是尚，我是倩。今天我们的主题是3个人加在一起55年在海外生活，受到的所有的种族歧视，今天全部说出来。吐槽。今天还请了嘉宾，对，帮我们吐槽。对，我们要介绍一下Sean，是我的22年的好友哈，从上海的6年级上初中的时候就认识到现在，然后我们在美国又重新相遇啊。这一次呢，他正好来欧洲旅游，选择了葡萄牙里斯本，也是因为听我们的节目，结果就找到这儿来了。是被你怂恿过来的吧？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上任何播客节目，很高兴有不上班来邀请，但是我本人目前还是在上班的状态，只是这个假期呢暂时不上班。我觉得其实我想岔开说说哈，就是上班的姿势我是很喜欢的，因为你的工作我觉得是所有工作当中一个比较少数的存在，就是做的事情是真正有价值感的，而且比较直接的哈，它是做药的，对不对？而且是开发，对，所以走在科学的最前沿，对，同时还拿的就是 private sector 这个工资，而不是说什么这个state 那种很低的工资哈，所以其实在 private sector 做这个科学方面的开发，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田区。对，我目前是在波士顿，然后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做科学家，主要的方向是临床前的动物研究以及化学样本分析。把头骨赶紧藏起来。要做的这个最后要治的病是什么呀？心血管疾病，然后用的方法是比较尖端的基因编辑的方法。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啊，就是商他为什么现在能够做到比较理想的那种田区的工作，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之前 PhD 忍过来了。就是当他还在读书当穷学生的时候，别人都已经开始赚各种各样高工资，但是因为你忍了，你之后可以做很长时间的这个有意思的自己喜欢的工作。对，就是你现在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嘛？是的，对，这也是我们那个不上班想说的，就是你是喜欢自己，不是说大家都讨厌自己的工作。对啊，你是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福气。是比较幸运，我现在就是可以说真的学以致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以前研究的方向，博士导师所培训的方向，这样太好了，这个是对啊，这也是。但我真的工龄不长，张健已经不太就是去公司的时候，我还刚刚开始上班。是，我是大概10年工龄左右的时候退休，而且这10年大家也知道，确实是比较的浓度很高哈，就是真的是上班是人家的1倍半的工作或者2倍的工作。他现在是5年，你现在5年？对，5年左右，还在蜜月期吧，和工作的关系。但是我很希望你可以做一个这个代表，就是一直能够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下一直工作下去。当然他也会有上上下下哈，你换个老板又是两种法。是，我觉得我目前遇到的导师啊、领导啊都还不错，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让我坚持还在这个领域工作。对，这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 inspiration。对，因为有的人很多都会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不上班的，但是也有老老实工作的，是，而且还喜欢欢的。对，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工匠精神吧？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个流传的工匠精神，其实跟你的这个选择也比较相似哈，就是你真的是不顾别人的在做什么，不顾这个世界上在流行什么，你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它可能这个训练的过程很长，但是最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其实你也是工匠嘛。对，我们对搞艺术的都是工匠。是，对，自己有小作坊。所以这个开头比较积极，之后就是一路下行。我们讲种族歧视。OK。那我们为什么会说到55年哈？因为 Ella 出国是几年
20多年，没怎么数，就是99年出国，然后到现在。你一开始跟我说99年，我还以为你说错了，后来想想是差不多。对啊，对，怎么可能是上个世纪了？真的是上个那个千禧年，对不对 ？Oh my god！ 然后尚和我因为同届的嘛，我们都是本科出国09年的时候，比你晚了10年哦，真的。所以我们加在一起要50多年。对，我觉得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应该已经整整15年了。整整15年，对，9月份嘛。哇哦！所以55年里面，我们经受了些什么呀？那个大吐槽的先说，我在后面补充。为什么你觉得你受的没有我们深吗？对，我们那天讨论了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对，我不知道我是后知后觉还是你可能听了我们的以后，你开始对回想说 maybe no， 但是我其实是我是很容易忘记的一个人，就是我会对那个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容易把它抛到脑后，然后我会可能给太多的那个 benefit of the doubt。 我理解，我理解。所以我可能就比较不是很 sensitive 在这个方面。不过我也去的国家比较 nice， 其实巴西比较 nice。对，巴西、英国也还可以，因为我在的时候自己没有感受到。对，我觉得是人多了之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 racism 这些是人一个群体越来越多，把当地的人可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哎，真的是并且小时候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啊，其实我们也是后来回想。对，大体的感觉和你说的一样，当时并不敏感，可能之后回想或者是当时经历的时候就把它抛到脑后，但是后面才意识到，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原来被歧视了，有可能，对，是这样，是这样。我觉得我的反思也是如此啊，就是小时候你也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比如说大学期间其实它不仅仅是种族的问题、排外的问题，它还有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安全感呀，对吧？你本来一群年轻人，就算是一群中国年轻人在一起，也会有出现小团体呀，或者说你太酷了，我不酷啊等等这样子的区别对待哈，所以其实你很难去把它区分出来，到底什么是年轻人的不安全感，什么是真正内心的这种种族的这个无知吧？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歧视有intention 的主动的去歧视别人的还是少数的哈。我们遇到的很多其实也是来自于无知更多，对不对？对，特别是当你的环境比较单一种族或者是阶层的话，他们没有在大学之前没有接触过像我们这种外国人或者说是跨文化的一类人，他们就会表现出比较好奇，但是又无法来就是正确的表达自己，对，可能有时候会变得过于友好，想说的不敢说，想问的不敢问，没错。美国人尤其如此哈，自我的这个审查也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先说说我们各自这么多年都是在哪些地方吧。刚才你也提到你是英国，从英国开始去了法国，去了巴西，最后到了香港。2年前来了里斯本，真的2年了。哇哦，对啊，恭喜恭喜，2年生日快乐！烧你呢？我呢，我来美国之后是在美国的中西部，也就是 Midwest 求学，一共有10年。之间呢，本科是4年在明尼苏达州，双子城的附近的一个小的文理学院。然后博士生呢是差不多有6年，在明尼苏达州隔壁的威斯康星州，州府 Madison 麦迪逊一个小的城市，然后工作之后搬到了波士顿，那就是我和张倩比较 recon， 对，就是重新连接，差不多在波士顿有5年左右了。现在。哇，所以你的今天的代表是中西部的视角。对，因为2位主播都没有到访过中西部，对，直接英语中一个讲法叫做 flyover country， 对，飞越过去的那些州啊，那些中部的美国的那些中部的州就是用来给你飞过去的。对，就是两岸的人呢都不会在意这些地方。这是真正的本土文化耶。对，所以这次Kamala Harris 选择的这个 VP 人选 Tim Walz 就是来自明尼苏达州嘛，他的策略也是一样的，因为他自己代表着两岸的这种精英文化，所以他必须要选一个可以代表中间的，可以
挖一些好感来的这个人选哈。那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两岸成长起来的，其实我就在单岸，我在东岸哈，西岸没有住过。本科是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新罕布什尔州虽说好像离波士顿东岸很近，但实际上是美国最白的州之一，排到前3的。所以我待会儿也有一些故事想分享，就是在大学以外的很多就是30分钟之隔的小镇上，就遇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之后我就在波士顿和纽约，大部分时间在波士顿，有大概1年出头的时间在纽约。1年半前搬来了里斯本，所以我们大概的这个全球的路径是这个样子哈。那我想先抛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的这个种族歧视，包括种族性别歧视，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性别也很难拿出来单讲哈，再包括所有的这种排外 xenophobia 因为有像葡萄牙这样的地方，它不一定是美国的这种种族歧视，它更多的是排外，所有对自己长得不一样的人的那种偏见。那在这样整个的大的泡泡里面，这是一个不好的泡泡，黑色泡泡里面对你觉得影响最大的是怎样的一种歧视？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在大学期间、本科期间，尤其是在美国中西部，它就是一个泡泡。粉色泡泡不是没有到粉灰色泡泡，灰色泡泡。对。我当时在的那个院校呢，它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明尼苏达当地，或者是叫上中西部当地，包括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这些玉米地对他们大概的形象是一个金发高挑男生女生都很就是健康，他们擅长一些越野运动，所以当我们越野运动，他们来到一所有提供国际化背景学校，对于我们来说有些好奇，但有些无所适从，就不知道如何跟我们接触。然后明尼苏达州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刻板印象，就是所谓的 Minnesota Nice， 就是明尼苏达式的友好。它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有礼貌，但是它背后真正在想什么，你却不知道。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当时毕业之后，在学校爆发出了一件很大的事件。这件事情简单来说，是学校开始招收更多少数族裔学生，有一点装点门面的意思。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川普上台之后的1年，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是比较有必要提到的。当时学校各地都有一些很强的情绪来把 racism 种族主义或者受到歧视这件事情摆到台面上来讲。学校的黑人学生收到一张威胁的字条，以及然后引发了一系列学生罢课，占领教学楼，在会堂里面起草了一份各种各样条款的协议，来逼迫我们校长签字。领导这个运动的学生呢是非裔的，以前其实我们学校很少有非裔学生，他们的立场是更进步，更加关注少数族裔的真实利益。对，比如说，要其他的白人学生参加一些必要的所谓培训教育，来就是 critical theory 嘛。文件里面呢，还包括了一些更加偏左的一些行为，非常非常进步，可能有点太过了。我其实很喜欢我们的校长，他是那一代校长把国际生或者更多少数族裔学生带到校园来的一任校长。我看到那个校长在那里骑虎难下呢，其实挺为他尴尬的。特别是我们学校还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新教分支，叫路德教教会下的，所以他本身还是比较偏传统的。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课间的时间是去教堂，其实我都是去食堂对，咖啡馆休息或者怎样。非裔学生逼宫校长的情况的时候，校长找了个借口说我要去校堂了然后过了1个小时再回来，这样我当时觉得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这么严峻的一个情况下，校长还是要
做个样子给一些相关利益者看，说我们学校还是代表着一些就是那种宗教传统。最后这件事情一直发酵，从校报到明州的新论坛 Star Tribune， 一直到附近的大城市芝加哥，然后再到纽约时报，最后的结局有一点令人唏嘘吧。因为学校说要彻查这件事情，最后结果是那张写有种族主义或者是仇恨言论的字条呢，其实是他们自己捏造的，也就是假的，是左翼学生捏造的，对不对？对，是学生领导这个运动的之一。哇哦，完全自己 cook 的。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让这些学生用这么极端的，可能说是极端的方式来要做这样一个运动？可能它背后真正承载的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隐性的或者是我觉得明面上的肯定很少，他们肯定是要就是真正用一个明面上的事件来揭示这样的情况。是然后不禁让我回想我以前在学校里面可能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不确定因素很多，有一些这样子让你觉得不公正的对待。肯定有啊，我觉得有一个词不是叫 microaggression，right？ 我查了一下叫微暴力。微暴力，因为我觉得我们大部分感受到的都是微暴力，明着的暴力也有。我最近刚刚发了一个帖子哈，就讲了明到快要扭打起来，这个待会儿讲哈。但是你的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同身受，因为在校园的时候，感受到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奥巴马期间，上的学，对吧？对。结果之后，我们毕业之后，风向也转得很快，让我们也瞠目结舌哈。就让我们很质疑我们此前的体验。我的楼层的同层的邻居真的是对我这么友好吗？还是他们在心里面在酝酿这些什么恨意哈？有没有觉得我抢了他们的工作或者怎样？我个人觉得，在这个种族的这个意识上面，其实大部分的人是还是比较无知的。因为这个又跟你的这个文化背景有关。之前我们有讨论过的东方主义，就是对东方的认知非常非常局限。而且再加上这么多年的这个culture imperialistic，就叫文化帝国，可以这么说吗？我就很明显就是我们都看好莱坞电影，对不对？对，我觉得文化帝国是一个已经被进入了每个人的骨里，包括我自己在，比如说我学的是西方音乐，我为什么我要学西方音乐呢？但是当然从我自己内心我是欣赏这个艺术，我是用了爱，但是我有没有想过这个怎么流传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那文化其实是一个圆的东西，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就开始形成了这个边界。这些边界、这些 boundaries、这些 borders 就会让我们对文化有一些隔阂。在不理解的情况下，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文化来说的话，他们是对外来文化不感兴趣的，他没有一种 genuinely 这种 interest。打一个比方，我认识的在美国的这个墨西哥后裔，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语言都不是说特别的精通。你说你这个 generation 这10年再加10年再加10年，这样累积下来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对，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就是像那种 microaggression。对，美国的这个美国文化本位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因为它美国的经济体比较大，对，它确实有很多文化输出，很多也是很好的，但是它在世界上占据了一个 disproportionate 的一个位置哈，就是极大无比。那么它其实也影响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文化。说句难听的哈，我们有多少听众的父母曾经跟自己说，你嫁个什么老公都可以，不要嫁黑人这样。但是你说中国人对于黑人的这种不知道哪里来的歧视，你说这种歧视不可能是母胎里来的，其实有很多科学研究证明过，都是被文化浸染过以后，我们才会被洗到脑，觉得好像黑人是跟穷啊或者怎么样有关系所以有一个实验是说，让这个没有受过文化浸染的非常小的小孩去抱娃娃，有黑娃娃、白娃娃、什么黄娃娃。
他们会一样的喜欢，他们没有很明显的说不喜欢黑娃娃，对。但是他一旦看过了迪士尼什么的，或者接触过了这个社会，就会对白娃娃产生更多的喜欢。这些文化本位其实最早是来自于经济嘛。如果说非洲是现在经济最好的地方，并且过去50年是经济最好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黑人的对啊，那肯定是会去舔人家屁股的。你说狗吗？对，但是讲到这个黑娃娃，我从小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芭比公仔，是黑人芭比公仔。哦，对，它有打折是吗？不是，它就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专门做芭比公仔的，他是在深圳。然后当时他就为了想让我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多元性，他很小他就觉得我应该是对这个文化有，他一点都没有对黑人有歧视，对他有他的歧视，但是 something else 所以就是我从小的芭比公仔是黑娃娃，然后我抱出去跟别人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的娃娃很奇怪很可爱，大家都会想来摸一下呀，就是你掰一下腿，那腿可以动嘛。对，所以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对，所以这些都是很不幸都是学来的，所以这也让我对于一些 racist 啊，我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看法，就是我到底是看不起你，觉得你是一个坏人，本质不好，还是我可怜你，因为你受到了没有受到像我们这样全球化的这个教育和接触，对不对？它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再说到，其实美国从疫情期间以来有一个大家都不敢说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对于华裔的歧视是来自于黑人啊，比如说街上的无家可归的黑人，比如说神志不清的黑人。对，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很难说得清楚了，因为你会觉得从一个亚裔来说，我是同情，就是有颜色的这个人种，对，并且还是无家可归或者精神失常的，对，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反过来又咬你一口，你就觉得我之前对你的这个同情，难道就对你不知道好的最凶是我们吗？我们帮你去伸张正义的，并且没有回报我，对不对？对，并且其实我觉得很可悲的一点就是，我们是这个问题的承受者，我们是这个问题最终的承受者哈。有一个华裔女性在纽约的地铁站被一个精神失常的黑人给推下轨道，当场死亡。你说这个问题到底是黑人对于亚洲人的恨，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对不对？是，一定是这个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造成的精神问题，然后再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歧视。对啊，所以表象虽然是歧视，但实际上背后是更多的社会问题。但是凭什么我们成了这个后果的承担者？这个问题背后真的其实挺复杂的，有各种历史原因，以及黑人群体它本身以前已经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亚裔确实是来到这个国家，大部分就是说来的比较晚，比黑人群体晚。对，而黑人群体可能非裔群体觉得他们已经是这个国家一部分了。对，所以包括在你说那个事件之前，其实也有一些华人开的小卖部啊什么被打劫的一些情况，然后这件事情又造成了一部分的华人老移民群体被推向了更保守的那一派。是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嘛，我一方面可以理解，另外一方面觉得很痛心啊，就是我其实觉得这样子的这种保守化，华人群体当中有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其实我认为也是一种自私啊。这个作为一个现象来讲啊，不针对于个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私的展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身都是无法选择的，对吗？但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或者说你可以补救的话，你的原本的命运是要在贫民窟里面出生，成为一个黑人男性，你愿意出多少钱去改变你的命运，让你不成为一个贫民窟里出生的黑人男性？这个价格其实就是这个黑人男性所损失的，天生生出来就已经损失了这么多。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是上百万的，这就是我们欠他们的每一个人这个欠的这个 reparation。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framework， 因为我学这个经济的时候学到的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disadvantage 定一个价，定了这个价，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得利了多少，就仅仅只是你没有以一个黑人男性的身份出生在贫民窟这件事情本身，你就已经受益了一个million。是让我想起一个 incident，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从这个伦敦坐火车回 Brighton， 我那时候很小，才10几岁哈，有一个黑人男的来给我搭讪，是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个应该是那种工程师，看他穿的那个制服，他上来找我要电话号码。
然后当时我拒绝了，当时这个车还没开，那个车厢里面零零散散坐了一些人，我旁边坐了一个白人女性。当时我拒绝了之后呢，他就还是很礼貌的下车了。他虽然可能有一点就是可能觉得我为什么就没有给他，可能他平时都是撩妹聊得很成功的那种，对。然后当时他走完之后，其实我作为一个女孩子被男性欣赏，其实心里面有一些得意的，对，我是有一些沾沾自喜的那个得意。但是这个白人女性当时她就马上就是 Are you okay？ 你有没有 hurt？ 她其实也就是一个可能是20来岁的一个小男生想来搭讪，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但是呢被这个白人女性看完之后呢，就感觉她好像把我给伤害了一样，就是肢体上伤害了我。所以 Is that you, Karen？ 天哪！对，所以让我当时会觉得，对他有点反感，然后他就一直在就是 Oh my God, can't believe this happened， 然后就还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在路上，就说当时反正这个车已经开了，然后我当时在想，哇，这个 gossip 要会传到什么地方 ？Karen 本人无误了，简直！哎呦我的天哪 ！Yeah， so 就是确实让你留下了一个 bad taste in your mouth。对，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们这种虚假的，如果就是这是一个白人男孩子来搭讪，我估计他可能she would be like, Go on then, why didn't you leave him your phone number? Also calls her friend and say, oh. 对，就是那种。对，当时这是我对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有色民族被承担的这个负担哈，这个行李很重啊。是，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跟我们的简易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至今还会有出现，比如说一位黑人女性买房子，去看房以后，下了单，房主了解到买家是黑人以后拒绝卖给他，结果闹上了法庭。像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有，比如说说到德国，他们大部分的这种接受难民啊，对这个他们很多人本国人也有很大的意见，也能理解他们的这个就是难处是哪里来的，因为总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承受这么多痛苦，没错，然后为什么就是接受难民都是我们去接受，那最后你们回报给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看结果，我们想在短时间2年之内3年之内看到一个你们对我们的经济是不是真的有帮助，你们是不是真正所谓的科学家科研人才逃难逃到我们这里来为我们建设祖国，对不对？对于能够说到什么程度等等，我觉得确实是因为这个现象本身哈，包括难民的大潮，我们3个肯定是觉得能接受的国家一定要那个接受，对吧？因为本身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国界也是一个人造出来的不公平哈。凭什么我出生在这一条线的这一边和那一边生活差异要这么大，还要听看你的眼色说我能不能进来，对吧？但是对于接受承受这个短期暂时后果的这些人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凭什么我的社会资源全都要被你抢走，并且我还要承受更高的这个犯罪率，对吧？在有些地方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不公平的 asymmetrical 的这个 impact 是造成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不满，包括民粹主义的兴起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哈。我能够理解概念上我能够理解这种愤怒的来源，但是当真正发生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反感。是。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有点岔开了哈，就是讲到了这个对你来说一个很 formative 的事件。对，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因为也是美国的人，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很实际的一件事情，那一定就是美国的移民制度熟悉我故事的同学们知道，我是在美国生活了14年，最后拿不到绿卡，因为我不想再以 H1B 的工签的身份工作下去了所以即使有排着队，都快要拿到了。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想说，我抬头一看，这个美国现在的情景已经不是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美国了。我对于美国的执念，早就已经变成是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而忘记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在美国的都知道这个有多么影响到自己的未来规划。对，有些人会私信跟我说，他说为了绿卡这件事情，我连性格都变了。我完全能够理解所以14年在各种签证下面留在美国，就觉得你的生活已经是建立在那儿了，你的朋友都在那儿，你的房子买在这儿，男朋友在那儿，狗养在那儿，但是其实随时都可能被就是你的地毯从你的脚下被拉走，对吧？所以其实那样的生活，我当时就突然觉得我不想再过了，我不想再30多岁了都已经，我还要为你这个绿卡折腰折成这样折腰折成如此，心里都扭曲了。对，所以我就决定走了。但是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移民政策，我们大家讨论的不多哈，就好像去接受它，就觉得哦，中国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就应该是要等的，就是应该要比别人排更长的队。因为它长期政策没有变化，国别限制都是7%好像，所以其实就是每个国家，它不管这个国家大小，对，它可以占每年美国移民的7%是吗？对，最高，最高，所以像人口大国就需要慢慢排队。对，印度的队尤其的长啊，所以确实说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这绝对不是夸张的。所以我就是像一根橡皮筋一直在那边绷紧着，最后就我彻底断了，我就彻底发现，哎，我不屑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系统是不公平的，而且你想承受你可以承受，每个人不一样哈。但是我即使是到最后一刻，我沉没成本这么大，我也觉得怎么说，有一种双重标准，对吧？就是这个国家在移民政策上是一个非常虚伪的说是公平啊，说是开放啊，说是每个人有美国梦啊，可是为什么在移民政策这么明显的一个地方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歧视？中国出身怎么了？印度出身怎么了？要排这么长的队，而没有人去质疑它，我无法成为这个系统的follower 随从者之一。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大，就是 glaring 像这个灯一样这么的亮的一个歧视，明摆着的歧视。刚才我们有提到在美国的这个黑奴的问题，在那个时候的人看来，那个问题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看来这么的错误。那个时候的人，农场主对觉得是正常的，对，那个是认知的，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对，我觉得就可能有点像现在大部分人会请那个菲律宾阿姨的这种想法，并且觉得是正常的。是，可能几十年以后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没错。所以我就在想说，几百年前的这个黑奴制度，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是有极大的问题，并且会有极大的后果。那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东西，未来会变成一个黑奴问题呢？我觉得其实美国的移民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菲律宾阿姨也是一个，对，老公也是一个问题。Ella 跟我们说过的这个香港的菲佣的真实生活情况，我觉得难以想象。不仅是做工的条件哈，有的人直接在厨房就打开一个瑜伽店就睡觉，对。并且其实他背后的把这些钱输送回菲律宾，其实是去为他们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公，甚至已经有第3代小孩了。对，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很让人心疼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就是你这个问题的本质的背后，然后看到他们怎么就是用这些劳力他们很辛苦的。你要想一个阿姨在这么狭小的一个香港的这种居住环境下，20个平米、30个平米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家庭居住环境，2个孩子要带。然后要伺候就是至少4个人，可能有的还有爷爷奶奶在。那他从早就是到晚上就是不能停的，就真的是做牛做马。对，我看着非常心痛，就觉得让我看着一个老人在推3轮车的那种痛苦是对一个女性她在来例假，在这个自己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要去做这个所有的家务，一个星期只能休1天。就像你说，你到了香港看到中环的那些阿姨们，她们就是聚在一起，这就是她们最快乐的那一天，因为可以吐槽我可以去说我这个东家对我特别不好，我恨死这个男的了，他性骚扰我，然后怎么或者说这个东家的男人在外面包2奶，老婆不知道。对，我看到了，怎么样？就这些所有的这些，就是他家庭现象是一个非常肮脏，非常的他看到的最真实的，但是他也无法反抗，他的那个作用就是来伺候带孩子。对，有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孩子有产生了感情，然后最后走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毕竟带了10几年嘛，比他自己的父母都亲，因为父母要在外面工作。对，哎，好畸形，想到这个话题心里面就好难受。但是这个现象出现在香港，我们一点都不惊讶。很配香港。但我说实话确实觉得每一次比如说清洁阿姨不愿意喝一口水，或者说做饭的阿姨，我们难得有的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会请阿姨来做饭，一起做饭，我跟着她一起互相帮忙。她做完饭以后就是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求她都不愿意。对，求她都不愿意我就觉得很难受，心里很难受。对，你心里很难受，因为你是想就是跟她平起平坐的嘛。对
对，而且在香港，他们很多还要被迫要称呼 Sir 和那个 Ma'am。我从来就阻止我们家阿姨，就是第一次我说千万不要叫我 Ma'am， 首先我很老，显得我然后显得很拘谨，对，但是他们就会也是因为他们就是被这样被培训的，对，所以很难受，就是他们那个都不愿意跟你坐一个位子上吃饭，都是自己端着那个小盘子在厨房站着这样。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规矩化的一个现象了。对，这个在迪拜也很严重，很严重。对，在这个阿拉伯地区也是，这个就是人的这个等级啊划分的就是非常的明显。阿联酋人是第一位哈，对，其他外国人是第二位。我当时在迪拜就转机待了1天，到达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坐地铁从机场到酒店，我发现地铁上全是深色人种，几乎全是东非的人，包括可能菲律宾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家下班了。对，近11点钟的时候，地铁里面只有这些人。对，对，所以作为我们3个，我们算是人类主义的这种。那刚才 Togo 都叹了一口气，文明都没有他好，这是肯定的。真的是，哎呀，有的时候想起来就觉得这个无法改变，自己特别弱小，然后像这种，你就会觉得你看在眼前，你无法去帮他们，对，你怎么去帮他们伸张这个正义？他们自己都放弃，有的时候他们自己整个这个文化他们都放弃，就觉得就这样吧，我能寄点钱回去。对，只要孩子活着，他不死，对不对？对，我觉得我听你们讲，因为2位主播我知道有很多全球化旅行的经历，而我刚刚开始第一次现在到欧洲来看一下更大的世界。然后我其实是个电影迷，我通过电影认识一些世界上其实你们有讲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这里就大概提几个标题吧，就是刚才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看过的电影，比如说陈哲艺导演是个新加坡导演，他第1部和第2部《爸妈不在家》讲的是一个应该是东南亚其他地方来到新加坡做工的一个阿姨，然后跟那个住家小孩的关系。然后第2部呢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到新加坡做教师，叫《热带雨》，这部电影也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包括更早的有巴别塔，是一部就是其中有一段也是西班牙不是墨西哥裔的阿姨带着2个小孩回去参加儿子的婚礼，结果入境的时候遭遇了一些非常糟心的事情。好糟心，真的是。选个下雨的天去看这样。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是学古典音乐的，在这个音乐的这个大环境里面，其实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因为音乐它就有这种爱的力量，有这个凝聚力。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你在任何场合，你哪怕心里面各种的这种怒气怨恨，但是一听完这个曲子之后，你整个人就好了，这个就是治百病的，人类共通的东西。对，它是一个人类共同的一个，就是对这个音乐，它能把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仇恨去掉，然后升华你的这个人性。特别是我特别支持就是听贝多芬的这个曲子哈，他的每一首交响曲都有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他们说贝多芬是一个 humanist， 他其实从小也是遭受了很多的这个虐待，到他父亲的虐待，然后遭受了这个不平等的，因为他是残疾人，所以但是他没有从这个被打倒，而且他从这个里面升华了。所以在我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遇到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音乐家或者是乐团里面的这些成员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甚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program 叫那个 Music Without Borders。它是专门就是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是凝聚在一起，来就是让这两地的孩子们在一个乐团里面演奏。Caracas 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叫做Sistema 也是一个把所有的这些贫民窟的孩子，就是没学上，父母都是贩毒什么这个性工作者，这些孩子们放学了没地方去，他们去干嘛？打砸抢啊，对不对？学坏的东西。把他们全部每人发一把小提琴，中国制造的，淘宝的，阿里巴巴，对，100块钱一把的那种，每个人就天天拉琴。
然后这些小孩，我可以放个小片段哈，我们当时让 James 那拉的可好了，真的非常高素质、高质量。Nosotros, a pesar que vivimos en un barrio humilde, que hay inseguridad, nosotros a pesar no han dado educación.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dicen, él vive en un barrio y no le han dado educación.这些小孩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没有枪嘛，我就拿长号啊，对，我就每天就是练这些东西。那你在生活当中，我知道你在法国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对不对？对。其实法国，我觉得主要是我住在巴黎，而且巴黎是一个老派的一个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有这个他们的这个等级悬殊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左岸的人瞧不起右岸的人，对，左岸的人觉得我是富人区，你是右岸的，你是穷人区。那这个升华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去到那边的这个外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对，我要找房子，我肯定是要找这个看你的那个邮编，对，在巴黎就是这个，对，就是邮编的这个歧视，这有点像我听说什么上海的老外看不起北京的老外，类似的，就是地域歧视之类的。这个好搞笑，但是我觉得因为巴黎人的那个傲慢，他在他们的骨子里面是这种，就是觉得自己的东西曾经都是最好的，在19世纪他们那个辉煌的时期，就那个劲儿还没过。对，然后确实当然很美，你要说它美不美，那美的死了。我觉得全世界最好看的地方，百看不厌。好想去。我觉得可以去体会一下，但是你要说它是不是最友善，它肯定不是最友善的。如果你是我遭受的歧视就是地域歧视，就是因为我住在蒙马特，住在18区是所有人都看不起的。当时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一些华人朋友说你怎么住在妓女区啊？就会，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说我的。你要遭受什么呢？就是像打砸抢啊，这些是会经常的。就比如说第一次抢我的是3个黑人小孩。警察的态度呢，去报案的时候呢，就他们就知道肯定是黑人小孩。我父母没有对他们做一个严加管教，然后来造成这帮小孩放了学没地方去就干这种坏事儿。但是呢，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对不对？你社会对他的这个关注度就是没有这么高，你对他的包容度，你就是觉得他就是属于那个 Saint Denis， 就是圣丹尼斯，我知道，就这次办奥运会的地方。对对对，他就是那个，你就属于那个地方，我都不敢去，警察都不敢去。比如说，我是一个巴黎人，我在巴黎居住了几年，我想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人，但是我连这个区我不敢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祖辈大家都说不要往那个地方去，就像很多人说不要去摸狗，狗都会咬人的，对你造成了这种就是错觉，对不对？对对，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城市有大家印象中的不好的区，其实。随着事过境迁，其实有些已经没有大家所说的那样了，但是大家都还是不敢去真实看一下。对，比如说你们在纽约是不是不敢去什么那些什么 Queens 什么 Bronx 是那些Harlem 说到 Harlem 和巴黎的黑人区啊，蒙马特，我都有2个关于地铁的故事，就是地铁不小心坐错了。一次不小心坐错，坐到了 Harlem 的东面，而且是比较的有很多社会问题啊。但是当时因为坐错了，我要出站过马路才能进站再坐回，没有直接的站内换乘，我只能出站，就在短短这个过马路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心里看到的这些、听到的这些、感受到的这些东西，至今还是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确实是一个像非常破败，首先，其次大家都无所事事，这个是一个很多贫穷地区一个很大的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站在街边没有事情做，他就盯着你看。这个在蒙马特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出了地铁站的时候，周围的人全都像定格了一样在盯着你看。那个时候而且是05年06年的时候，确实也比较早期。
在哈尔滨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大家很多甚至还是神志不清的哈，这些人其实他不一定是清醒的，有些人是在这个毒药上面的，就还嗨着的。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怎么会给你带来好的影响？你怎么会想要再次去，或者说去理解他们？很难很难。但是问题是你要看到它背后的这些问题所在，并且这些人不是天生选择了这些问题。是，对，我特别同意，就是你要去 beyond， 你要去看他之后的，你不能看他当时的这个画面，你要想他这个画面是怎么形成的。是对，这个很难，这是一个我觉得你需要很多的智商和这个文化才能够你即使被抢再多次，你也希望获得被抢的人的命运，而不是抢别人的人的命运，对不对？这被抢都成了一种 privilege， 都成了一种特权。哎呀，对，我觉得我在这个英国的时候呢，因为英国本来就是也是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拍拍肩膀给你喝一杯茶，国家语言就是那个 have a cup of tea， 然后 carry on keep calm，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这个冷淡，就是你要说他对外国人要多好像热情是不可能的。对，比如说你要去到北部，比如说英格兰的什么Northampton 什么这个曼彻斯特这个中部北部的这些，你肯定是会遭歧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子的人。亚裔的人很少去那边，都是开什么中国那个外卖店的，而且中国外卖店都不是做中餐，是做 fish and chips。对，所以就是去到那边，他们已经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文化都抛弃了，就是为了存活嘛。97年的时候，当时香港走了大部分的人，就是去那边开外卖店的。我都认识好多逃到英国去，我要回我的国家什么之类的那种哈。去到那边那受到的待遇也非常差呀，对不对？你去到利物浦，你去到什么这些这种就是工业城市，你开一个这种炒锅对那种店，炒大锅的这个餐厅，然后东西也不是特别好吃，每天就是靠这点，就是5点以后有人来给你就是作为你的客人来给你那个打赏几个钱。然后对你的态度也是非常差的，而且这些来吃你的这些来你的店吃饭的人，那素质本来就不是特别高的，所以他不可能对你有多好。对，然后你的这种慢慢的这种形成，你想5年10年积累的之后，就会一种互相的这种害怕。对，他们就会觉得所有的这边的这些人都是很坏的，包括那些老板都说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这些人都很坏的。我想什么叫坏？就是从小我就会觉得这个坏字是怎么形成的？对，这个人就是误解形成的，就是误解造成误解，然后仇恨加深，对，我觉得那个巴别塔那部电影大家都应该去看，重温几遍。我觉得拍得太好了，它里面就是那种，而且是蝴蝶效应，有没有觉得？对，就一个小故事把这个所有的整个问题，然后让你深思好久，你觉得天哪！除了误解之外，还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 stereotyping， 对吧？刚才也说到，就一个人是这样长这样做了这件事情，可能再来一个第二个人又长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觉得好像对一个人群都有这样的印象，确实很难摆脱。但是我们自己也会成为 stereotyping 这个固有印象的受害者哈。比如说在职场当中哈，你要作为一个，不管是职场当中还是浪漫关系当中，你如果人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这样的地方去约会哈，你作为一个亚裔女性的形象，别人就可能会认为你是那种很submissive、很 meek， 就是很顺从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为什么？可能电影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对，这样可惜这个我一直说 ABC 和这个真正的亚裔是非常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一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会跟亚裔的 ABC 的人玩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有相似的点啊。实际上发现我跟他们的相似点其实很少，对，甚至有的时候是相反，对，其实相反的因为我所在的中国是一直在发展的，他们的中国是停留在移民那一年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比他们更先进，是在很多价值观上，在职业的追求上，甚至在这个对于queer 文化的接受上。对，就那天在路上，我就有一个遇到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女孩，也是住在我们这个区的。当时她就开了个玩笑，她就说：“哎呀 ，Togo， 你那个暑假有没有跟妈妈去哪玩呢？”然后我说：“没有，就这个暑假就在里斯本。”然后她千万不要回中国，回中国会被吃掉的。而且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背景还是妈妈是成都人，她只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澳门，就是父亲是澳门人，所以对她来说这个是一件就是是个玩笑，我知道是个玩笑，但是对我来说，你说我
会不会被 offended？ Of course I get offended， 是对不对？我会觉得你凭什么说这个已经在进步的一个文化，好像还随时要把狗拿来斩掉吃掉 ？microaggression。对对对。对对，你说对，这个就是 microaggression。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来到海外，还需要学习这些是一些不好的玩笑，因为，我当时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就是潜在的种族主义歧视非常不敏感，然后我甚至不知道。说就是做眯眯眼的动作，或者是英语里特有的那个青冲玲珑，其实是对亚裔的歧视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位白人女生，她做了一个搞笑视频，来吐槽当时图书馆里的亚裔学生说话。很多 ABC 群体在 YouTube 上面做一些反向恶搞，我当时有点当他拿笑话来看，我还跟我的白人室友在解释，认真的解释青虫玲珑听筒是在中文里面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了解，它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歧视行为。就像我们搬到美国去以后才被迫接受说左宗棠鸡是一种中餐一样，就是其实这是第二次被教育。其实青冲玲珑叮咚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大学里面嘛，印象很深刻。就好像觉得说的是我们，但是又好像没有这种认同感，对吗？对，因为这本身不是我们从小成长的受到的一种歧视或者说一种观念。就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我的非洲同学真正来自于非洲的，那往往都是非洲好的城市知名的这个家庭出来的，才有去到达特茅斯读书的机会。来到了美国之后，他要反向学习一下，我是要被歧视的。只是我是通过什么样的白人的表现是被歧视的这些行为，就是要重新学习。你通过这个社会观察，然后发现原来自己的这个社会位置是跟你之前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对，而且其实这不仅仅是被歧视对你心理产生负面作用，其实还有更深的负面作用。比如说我刚才说到，在约会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作为亚裔女性的形象会被认为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顺从的，应该是话少做事情多，然后很努力的，不惹麻烦的。结果呢，你如果跟他相反的话，你一旦背道而驰，你变成一个很 assertive 会有主见的，会有领导力的就会受到更多的处罚，你知道吗？对，会被说当时 bossy 是一个很不好的词。对，就是女孩子如果说是aggressive 在职场上面有主见有能力，会被说成是 bossy。男性就是 assertive、confident 有自信的 leadership skills，这好像是阿里旺的一个笑话。对，这个其实是存在于不管什么种族都是存在于性别之间的，但是对于亚裔女性的处罚是尤其大的。是我个人就是受到过，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就是会经常感受到的这种男性对我的这种 patronizing，让我非常的反感。有的是来自朋友，甚至他们其实想好意，他可能想帮你提这个箱子，但他不知道我能够提这个箱子。I can carry my own stuff perfectly. Look at my arms，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他想送你回家，I hate that， 就是我是非常的反感，在我不需要你陪伴我的情况下，你要送我回家，对我来说我自己能走，而且我 enjoy 这个自己回家的过程。我可以不用跟你讲话，我可以自己在这个享受自己的这个就是独处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样子的这种patronizing， 就是这种性别歧视，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小女孩，你个子这么小，那我作为一个男士，我会应该要送你回家，或者这是我的责任。但我不需要，就是说现在就是他的这种传统上面的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实质需要的又是形成了一个反差。是，这人是沙特阿拉伯来的吗？还要那个没有，就是照顾你回家呢。最难受的就是 mansplaining， 你知道这个词吗？不是很了解。mansplaining 就是 explain but in a manly way。I hate that。就是男性呢，他会有一种很 patronizing 的中文怎么翻译啊？来，保护主义。大男子主义也不是，应该是对，跟大男子主义比较相近，因为 patronizing 来自 patron， 而且其实它跟那个 paternalistic 是有一点相似的哈。paternalistic 就是有点像父亲一样的其实就是好像想要照顾你，想要包围你、保护你，但实际上是你没有
邀请对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邀请，我没有 ask 你 for help， 然后你要主动来，就是这种过于显示自己的这个位置，显示自己的能力，是非常让人讨厌，对，让我非常反感。对，特别是就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yeah， 我可能是 looks like I look like a teacup，but I'm whiskey， 我是 spirit， 对啊，我就是 whisky， 对，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会会去挑战他们，对，有的时候会让我去甚至有一些攻击他们。作为一个男生，有时候我也觉得啊，我好像是不是在 mansplaining？ 我现在开始会有一些自省这样的事情。我在感情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我的很多的与伴侣的矛盾，往往都是来自于，可能我也比较敏感于这些话题啊，任何的父权制的行为的这个感受，就会让我一拳打回去，我就会指出，不是会一拳打回去啊，这其实对关系肯定也不好嘛。但是他会觉得，哎，怎么我说一个什么，对，就会被刺到。问题是对方，我们也经常之前讨论过，就是男性往往也是父权制的一个受害者，是他成为这样的人，对他也不好。对吗？对他认识世界，对他获得更好的亲密关系也是有害处，是没有益处。而且你还会自己自我的去审查，自我的去 police， 对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跟前男友去餐厅吃饭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一个 receptionist，right， 我就会问他，哎，请问你好，有座位吗？两位。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要等这么久？别人比我晚到都先进去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人家有提前预定呀，还是因为我看上去好欺负呀，还是人家看上去更重要啊，还是怎样？我有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在国泰航空，又要讲了，又是香港的问题，又是香港的问题。同样是商务舱的乘客，当你一种餐食，大家提前选餐食，说我要中餐西餐，对吧？餐食大家都选择完毕之后，空姐就要去找亚裔的妈妈和女儿说，哎，这个你们要选的中餐没有了，能不能换成西餐？他为什么不问其他的乘客？为什么不问那个高高大大的白人？你能不能吃西餐？当然会有人说啊，那是因为别人是金卡白金卡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这样，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就是看到亚裔女性好商量。他即使是坐在第一排，他是第一个选择中餐的，也会先来问你，哎，你能不能调剂一下？这点我同意。对，这点我觉得首先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就是没有把关。就比如说我要公平对待，我就会跟这个人说，对不起，我这个已经就是提前 distribute 出去了。对。但是这个其实在香港，我觉得我是受到歧视是最多的一个地方。对，也很感谢，就很有趣，对不对？被自己人歧视。我们因为本来这一集的标题是55年我们在国外受到的歧视，然后艾乐说不对啊，我这是在香港最厉害了，所以我们只能改成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对，没有这个让我也是很费解，因为我从小我是土生土不算对，我如果自己可能我是深圳人，我也讲一口非常流利的广东话，没有任何口音，但是呢，等一下，没有谁的口音，没有香港的口音，对不对？就香港人听不出对，就是说香港人他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就是因为我还会中间夹杂一些英文嘛，这个就让他们更像。所以我们说的所谓没有口音，只是没有这个文化本位的地方的口音，听得出的口音。是。没想到让我在香港每次把我的这个 attire 拿出去的时候非常吃香，让我会走很多捷径。我有时候会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我的这个所谓的小能力哈，去给帮自己走一些捷径。但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凭什么？因为看到了同样的跟我一个，比如说在我后面排队的人，他没有被这样公平的对待，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让我最近就是比较感同身受的，就是我跟你们讲过，我在这个免税店的时候，一个女生她为我服务，给我介绍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聊得非常的快乐。当时她在无意当中打听到我家在深圳，她就以为你是香港有钱人买到深圳去。对，他觉得我在香港已经有很多的房产。当时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背景，我是重庆出生，我在深圳长大，我又在国外很多地方。他当时对我的这个态度，他的眼神里面那种失望，那种被欺骗的那个，让我觉得我当时一下对不起他，我当时他感觉我当时骗了他。
对，当时对他欺骗了他，就没有一来就跟他说，哎，大你好，你好，小姐，我是重庆出生的，你不要对我那么好。对对对。那我想问你，最后给他刷业绩了吗？你买他东西了吗？我没买，我本来那天也不是特别想买东西，所以就是他让他当时后来我们就没说话了，他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尴尬。哇！然后当时他的这个举动又让我一直在深思，我这个对内地文化的这种认知哈。怎么去改变？我们怎么去改变？怎么让他们觉得穷死算了啊？这个能讲吗？没有，穷死他就知道了。就是这个你要知道，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大陆是天天每一天在变，可能10次，它的这个进步是非常。是飞快的，这个要认可。这个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这个文化上面让你觉得膈应的地方。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人那个在随地吐痰这些，你是难受，在这边也有，大部分我也看到有那个葡萄牙老大爷随地吐痰。然后但是这个不是说让你会去把这个文化当成一种仇恨，对不对？是，只是说对他这个个人他这个行为，所以我觉得文化和行为你如果不能分开的话，这个就很痛苦。对，但是 Ella 刚才你说到有一点我非常感同身受，就是当我们成为了歧视的受益者，比如说你因为没有香港人听得出的口音，你就可以获得一些权益哈，就别人把你当人看，对，别人对你就当自己人看，是特别献殷勤的那种。是我在葡萄牙也遇到了，就是当我成为种族主义歧视的受益者的时候，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租房的时候哈，我跟托比去看。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我们称为梦中情房，跟我们一起上电梯进户内去看的一个男性是南亚人，他应该是巴基斯坦或者尼泊尔人。我们一起进去看，有一个中介接待我们，中介像模像样的，是一个高端中介，长得也非常的年轻帅气，他就一上来就跟我们打招呼，没有跟那个对方打招呼，没有跟南亚的男性打招呼。然后我们呢，因为非常喜欢这套房子，我们就当时就真的有一种想要就把那个南亚人挤开，就是只有我们可以获得 airtime， 只有我们可以获得中介的时间问问题，因为我们很想要这套房子。大家知道在房屋市场这些紧俏的房子是真的是要抢的哈，对，所以我们就心里有这样的这个小小的细微的活动，但是同时呢，我又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不停的在问问题，在跟这个中介去从这里看到那里，那里看到这里，再问问他问题。南亚人他也一声不吭啊，这个男性他也一声不吭，他可能自己都觉得好像敌不过我们。首先我们两个人这个人高马大，一个人高马大，另外就怎么说仪表堂堂哈，对，仪表堂堂，对，然后没有小孩啊，他呢，他可能是一个 family of 5，这个是中介跟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哈。就后来我们在最后整个屋子看完之后，我们在厨房里面跟中介继续聊，我们说我们想要下offer，想要搬进来，然后但是又有点担心竞争很激烈。中介就跟我们悄悄说，他说以我对房东的了解，你们两个如果申请的话是肯定能够拿到的，说不定他们搞错了，人家这个family of 5，人家是那个 Bitcoin 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因为房东还住在我们楼里面，所以房东是在找邻居，并且找租客，所以他肯定希望问题少的，人少的，对吧？跟他相似的，所以我们就成了种族主义的受益者。但是我们一声不吭，这个房子拿得很开心，对不对？对，住得很开心。我虽然没有类似的通过种族主义受益的例子，但是我还是想回到之前的微暴力的后知后觉的那些情况。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在2017年的时候，哥大的一些学生宿舍里面看上去就是像亚裔名字的一些宿舍门牌上的名字被撕毁，当时大家都很气愤，就是尤其在新生哈，那个宿舍门口会写着这个里面住着谁，对吧？对，方便认识你想找的人在哪里。特别是我们学校在穷乡僻壤一个乡下，大家都是住在宿舍里的。然后我就虽然那时候也是毕业3-4年了，但我突然就回想到我在大一的时候也遭受过类似的经历。那是2009年，有一次周末回到宿舍，我发现我的自己的名字虽然我叫尚，但是我当时在学校门牌上用的是我的汉语拼音的名字，然后那个名牌也是被撕毁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不确定
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心情确实很不开心。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名字被撕毁了？是不是同宿舍的邻居干的？他们是不是喝了酒有点疯狂的行为？我当时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很膈应。然后到了大2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新的宿舍，是根据我们大2的课程。宿管呢，在看到新生就是大2学生住这个宿舍名单的时候，他们要去制作那些名牌，但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因为大家都是打乱了重新选的宿舍。对，他们只能根据名字来猜测，就是类似只言片语，看你这个人是怎样的。而看到我这汉语拼音的名字呢，他们就肯定觉得这是个国际生，肯定是中国来的。那他们在分配名牌上的小插图的时候，当时大2的主题那个宿舍用的是科幻片《星际迷航》或者是《星球大战》的一些人物形象。我就发现我当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又从中国暑假返回明州乡下的时候，发现我的门牌上插图是一个怪物，然后我形容一下，那个怪物长得真的非常的恶心。我们到时候可以放图。我可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它就是有很多触那个 Kling 的那个都不是是一个配角怪物是一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它是一个有很多触须肉色的，有点像大肠内壁的感觉。我当时真的觉得非常的恶心，像吃苍蝇一样。但是我又不能讲，因为我看其他的人他们的插图都是大英雄，或者是 Captain 什么的，对，披着战袍的，有盔甲的那些形象。然后我就觉得，你是个软体动物。对，我是一个Oh my god！ 真的很哇，令人匪夷所思。今天我们料太多了然后，但是后来我就挺过了1年，其实看看也眼熟了。真的非常的，就是让我想，到底是因为名字的关系呢，还是什么？然后直到2017年那件事情出来的时候，让我回想起这2件事情。确实是真的很不是滋味。对，这一点对我非常能够。现在你告诉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是，对。如果我把它改了，或者说我把它自己拿掉，可能又会现在被说玻璃心承受不起。真的好难受。是，对啊。我有一个有点类似的故事就是整个中国学生，大家可以判断到底是不是被歧视还是被轻视。在我们商学院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已经27、28岁了，并且是哈佛商学院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地方。2020年毕业，所以疫情的影响，我们的毕业典礼是线上的，会视频直播。学校的管理人员呢，没有这样子的海外背景，他们都是当地招来的美国人。你说让他们去服务于一个很国际化的学校，怎么可能服务得好，对吧？就像你的明州的小学校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他是不知道，没有见识。在毕业典礼预计之前的3天，他们发邮件给大概39位学生，我估计是他们学生名单上面说哪些学生是中国护照，然后就拉了这39个人出来，给我们发了一封邮件说不好意思，我们这次选择的是 YouTube 直播，你们在中国的父母和家人可能就看不了了。就这样一个邮件就告知我们一下，愚蠢到什么程度。首先有很多家人在国内，他不一定是中国护照，他有可能是美国护照。其次他没有想过有找我们帮忙，他不知道除了 YouTube 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视频直播的能力。有几个同学就回复了，说你这个做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是同时你如果就算问我们一下，我们也会有1、2、3、4、5、6、7、8种可行的方案给你。结果3天之内很快就设立好了第2条直播的通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们要打算也是从德国，他们是也是很白的德国人，想从德国搬到里斯本。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个妈妈跟我说，她说我有一天在这个操场，就是那个小孩的这个游乐场看推秋千，我突然感知到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白人。
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成为其中的一个，他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再这样下去，又会重返我父母对我造成的那个文化上的偏见。我从来没吃过就是正规的这个亚洲饭或者是对不对就国际食品，然后我的小孩只跟同样背景的人玩，然后他当时看完之后，他就整个他说这个不对，他说完全没有一点的这个多元文化，因为他是在德国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就是小镇上面，所以他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去改变他儿子这样的一个环境。是的，我在我的书中写了一句，我一定要让自己包括自己未来可能的小孩去一个没有主流文化的地方去生活。我觉得只有那里是最适于你学习的一个土壤。对不仅仅是教育的学习就是生活的学习，并且同时你也可能是不太会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对，我觉得我在这个我的过程当中，我去过这些国家当中，其实很治愈的，因为就算我在法国，我也有被很好的人对待，我也有非常就是遇到了非常善良、非常正直的。虽然你知道这个身边有很多这种小歧视，这种就是随时能够暴露出来一些很丑陋的一面，但是呢，你能看到有 humanity 在，还是有那个 humanist 在这个当中来帮你，就是帮你照亮你的这个路程吧。对，我觉得还是很感动的。就是这个，特别是到了葡萄牙之后也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虽然有很多的这种小的 microaggression 存在这个生命每天都会就像踩到狗屎一样。对，我说在哪儿都能吃到苍蝇吗？对，是的，是。但是呢，你那个，但是也能遇到很多很正义的人，而且价值观非常正确，思想非常开放。我那天遇到一个女的一个阿姨，也是在一个狗公园，跟她不是很熟，见过那么几次。她自己是一个工程师，她就跟我说，她说其实你知道，她说我们是很欢迎这个外来人的。她说任何不欢迎外来的人都是一个，她说一个 stupidity 的一个 mindset。他说你要知道，在里斯本16世纪的时候，里斯本是全欧洲最开放的城市，是因为后面的这个独裁者在他们国家这个让大家形成了一个比较就是固有保守的一个文化，但是以前是非常开通的。所以他说他的印象中的他的 grandmother 他的 grandparents 给他的教育就是一直是要对待就是外来人是非常友善，你才能学到东西，你能从中获很多利益。对，否则你就坐在这么小的一丁点的国土上面，你怎么可能去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时是大航海嘛。对，他们当时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就是我们经常吃到苍蝇对文化当中但是还是有这个帮我们就是摇旗呐喊的人，还是能遇到很多正义的人。我也想多分享一些在中西部的情况。我觉得中西部确实是有一个多元的环境的，包括明州其实接纳了很多越战之后来自老挝的苗裔，还有索马里人，他们其实是有这种有亚裔又有非裔的移民一个大环境，包括我们学校也有一些给他们的特殊的招生政策。我觉得学校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当地的一些学生来接触这些文化。我觉得我们学校我接触到的明州本地人都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家长们暑假带他们去亚洲玩过，所以就让我这次联想到 Kamala 选的州长，就让我想起我以前接触到的那些明州本地人，友好热情有过多元文化的一些熏陶，是比较能代表当地人的一种情况，但是背后所埋藏的那些矛盾是当时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也是在明尼苏达州爆发的，也就是说整个改变社会进程的事情居然是在明州发生的，我就觉得它背后确实有值得让人思考和反思的一些事情。我还想讨论一个可能有些复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好像有一种职责要给予他们这样的 exposure 呢？是我的职责吗？是要让我来给你练手吗？是，我们就有些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的就我们好像变成了精英学校里白人学生的陪读嘛。我有这个讲法很难听但是就是事实，是我们是提供给他们来见世面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教育体验的一部分，给他们的孩子找个玩伴那种。对，去年10年大学毕业10年，我回去重聚的时候，有当时的好朋友跟我
说，可能是他酒后有点吐真言，他就说啊，我当时非常感谢你们国际学生能来给我们有一些这种体会，这样。然后我当时其实已经有点听习惯了这件事情。你也只能灌一杯酒下去。对。如果说我们在小红书上发，被受到歧视了，怎么样，下面几千条回复当中呢，有一种声音，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一定知道我想说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人群当中，我们自己人会告诉我说，这有什么？你又多想了，或者说就是那个你为什么麻烦这么多？要求这么高？对，在很多人他们的这个。对多元文化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自己就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是自己还没摸清楚这个头绪，很容易出一些比较就是让你没有同理心的一些评论，对，让你会觉得就是你先体会一段时间，或者你是不是刚来美国，或者是你去过到底多少个地方，你是来旅游的还是就是对不对？然后喜欢自己检讨呀，然后或者说你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文化的压榨，或者说排外的情绪，这是你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必要让规矩别人对吧？跟你一样去承受，这不是我想要承受的东西，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也没有告诉你这应该是你的道德密码，对吧？对，我们感受到那些微暴力所带来的情绪是真实的，对，而有些声音会从一种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讨论谁对谁错，而不是有一种同理心来共情我们一些。我觉得甚至这里不是用理性去讨论的地方，就比如说我看到我的黑人同学他痛诉着自己的体验哈，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质疑他的体验，他的体验就是真实的，没有讨论的必要。对，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感受到的就是被歧视，那我们就尊重这样的感受。对，我也觉得像我们的好朋友 Tiana， 他受到那么大的一个歧视，而且他那个事情上了《纽约时报》，就是还一段时间，他的谁敢？你有谁什么权利去质疑他？对不对？是一位黑人的女性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但是她的工作是在领馆。所以是在境外，但是他因为在墨西哥的领馆，他经常可以开车回美国休假啊等等，但是在自己的海关 CPB 嘛，被无数次的关小黑屋。天哪！别人不相信，而且他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就被认为他是贩毒，因为他是就是说他的车，问他的车是谁的。对，问他然后检查各种犬来吸他的，闻他的这个车，看有没有毒品，就是这样。对，我好像有听说过。对他上了，对他那个事情闹得很大，也是在那个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就是爆发出来。然后所以像他这样的遭遇，就作为我是一个从来没在美国生活过的一个人，我听到都非常的痛，就是心痛。而且我看着他的那篇报道，我是看哭的，因为我自己对，你跟我说感受过 CPB 的这个压榨哈。CPB 就是美国的边境的保护的一个机构，其实它还不是移民局。它不算，它是它是国土安全下面的一部分有点像警察一样，就是在边境上，它就是警察。对，他们是警察。我说实话，他们就是流氓，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一样的CPB 就是流氓，他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有这样的 jurisdiction。对，太多中国学生拿到签证被遣返情况，真的是让我们都很紧张。对，所以现在我发现他还居然会搜查不公正对待。美国自己的居民，并且还是外交官，他是外交官护照，对，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是，所以就是像这些，我觉得我也觉得我们的读者，我希望大家的这个同理心首先放在第一吧。其实我不同意你们一点，我觉得这不是同理心，而是他的这种。姿态哈，就要找别人的错误，这样的其实情绪在小红书上是很多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去不批评一个人。你去看，如果有他的这个评论的足迹，这个 history， 你一定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就是去任何地方去挑刺。首先我们不是当事人，你要去评论他当下受到的这种威胁或者是这种trauma，你就是没有资格的。是的，对，你没有经历过他当时经历的这个事情。对，所以你能做到的，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评论者的时候，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丁点的感受，跟他相关的，我也会提供一些支持，对吧？因为why not？你这个支持是免费给的。对，我非常同意。对，所以
然后每次在刚才说回来，每次在这样子排外啊，比如说在瑞士受到歧视啊，在美国受到歧视，在奢侈品店奢侈品店又有意思了，我也写过一篇，在法国巴黎 LV 店受到歧视等等等等，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有很多，你一旦谈到奢侈品牌哈，下面的评论就有很多是自己跪着做奴隶的，就是意思是说奢侈品牌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怎么样，就是应该限制人流啊，然后慢吞吞的卖给你啊，或者不卖给你啊，而且越是这样的人，他越是有输出的欲望，反而有很多就是不赞同这些观点的人，他其实并不是那种倾向于去评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网络的环境是非常的奇怪的，对你有的时候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点赞这样一个你无法想象的这个评论，是因为网上也有这个 aggression 啊，对，网络 aggression 还是很严重的，隔着一个这个屏幕嘛，对，我就要说你或者怎么样，对，这个我其实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体会过了，所以我其实从小被不是说网暴到大，我是有经历的，老同学我知道你对，我们有这样的故事，所以其实我最早被所谓网暴已经是17、18岁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出现的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被狠狠的打脸，对，我写我申请达特茅斯这样的这个材料和能力，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哈？然后被网暴说你这种能力还申请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然后10几页的这个负面评论，结果我是当年唯一一个进的，就是这种很戏剧性的这个反差，就很早的时候就给我建立了一种。不是说安全感吧，就是说我可以站出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劝诫我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人你没有必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去说一些很绝对的话。对，我觉得我在那个为人处事上面是很小心的，在这个方面，不是说我不敢说，而是我会去考虑这个说完之后我的这个后果会是什么。你每一句话都是有 consequence 的。对，这个能量最后也会反弹给自己。对，所以那个帖子一开始是一个黑你的很火的帖子，变成一个捧你的很火的帖子。后来其实未必是捧了，其实更多是反转在哪儿呢？就是那些当时看到这些批评的声音感到瑟瑟发抖的那些潜水的人，因为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或者任何的社交网络被 bully 的话，有很多人看着你其实是站着你那一边，但是他没有或者说胆量，或者说他没有这个冲动要站出来，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正常人其实评论的这个强度都是很低的，反而是那些想法特别极端的人，他会不断输出嘛，他要获得一些肯定嘛。对，所以其实我当时进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那些潜水的人都出来了，说感谢你给我力量，或者说开始去批评你原来那些前辈，那些就是骂我的那些前辈，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世界，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没有变，就是还是依然如此，还是有些人愿意热爱从这个批评别人当中获得一些价值感，但是大家要知道，有很多安静的人其实是慢慢默默的在站在你这一边的，跟你一样。在怀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对，我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网暴那些负面的那些评论。首先我觉得我们的负面评论比较少，其实你说我们的账号吗？对，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就是而且我们俩脸皮也很厚。我觉得其实视频呢确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缓冲就是因为大家看得到我们的人，并且是长的format， 对吧？会避免一些误解。文字的肯定是，你想我本来这个故事我要写进1500字都很难，是还要写进1000字，我很多东西都是要没有语气，对，没有语气，没有语态，你也不是我朋友，你也不知道葡萄牙的社会的环境是怎样的，对，就更加难以100%还原。所以我觉得这是肯定会存在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种暴就是上下文的缺失，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断章取义的那种，对，或者就是自己会带入自己的情绪嘛。那最后我们把这么沉重的话题结尾之前，讲一些稍微有趣一些的轻松的轶事。好的就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重新学习，通过我导师学习如何学术写作，到后来在博士尾声的时候撰写论文，我有一个共同作者，他是一个当地的美国学生，然后我们改了几稿之后，我是用了教授给我的一些方式写，而给那位学生改的时候，他改的就是洋洋洒洒满江红，全是红字，全部把我的语句什么都改，然后我当时还是有一些 language insecurity，我把觉得他是对的改完的稿，因为他是当地人，对，我给我的教授看，
我的教授觉得写得非常差，嗯，他把那些原来那位共同作者改过的全部改成我原来的风格。学术写作就是平白直叙的，对，是的。而且那位共同作者可能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他就是可能认定我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写的不对，他每一句都要改一下，就是要显示自己在母语者的这个，或者是说这篇文章上的贡献这样啊。所以当时让我有一些哭笑不得吧。我应该是要相信自己是有这个能力，我是导师教的是正确的，这样。是。我也有一个有一点有趣的所谓的歧视故事啊，就是刚才有说到我的大学是在一个非常白的州啊，有一次因为同学有车，我们就开到很远的一个大卖场去买东西，里面全是白人的当地的居民在购物。我的这个外貌呢，他们可能几年都没见过一次吧，因为那个地方又不是旅游的地方。我就在挑选东西的时候，在一条走道里面遇到了一个金发，并且是漂染成金色的，不好意思，漂染成金色，我也有啊，你们都有漂染，对，漂染成金色头发的一个白人中年女性，她的这个眼影我至今非常清楚的记得，她的眼影是天蓝色的。然后她看到我就好像是见到了宝一样，她冲上来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一个酱，这个酱叫做这个名字，你知不知道这个酱在哪里？能不能帮我找？这个酱的名字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它听上去像个日语的词也不是 teriyaki， 大家要知道，不是我那个不是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个而是我觉得他凭记忆，并且之后又编造一些，糅合出了一个他认为是一个亚洲词的词，但是我听上去明显是一种日语的这种影响的词。他问我这个酱知不知道在哪里我还很想帮助他，但是我仔细回想，我都想不出任何跟这个他说的词有点像的这个酱。我最后只能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帮你。对，他冲上来找我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的脸跟他的那个酱是能够搭得上的。是。我没有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我有一些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让我想起就是对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法国文化的他们的这个老牌的这种就是优越感嘛。我当时有2个故事，第一个是发生在里斯本，就是我们家旁边的那个肉店是一个法国人开的肉店，卖的都是非常好的牛肉，然后就法式的东西，里面你能想买法国东西都可以去那儿买，那价格是不菲的。那我呢，因为住得很近，每天都会牵着我的狗路过。那里面的顾客呢，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或者是一些叔叔阿姨级别的那个年纪的法国人，会去买东西。他们没有一个人用英文或者普语跟我打招呼，讲的都是法语。那我呢，因为我在法国上过学，我会讲法语，我就用法语回他们。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你是一个亚洲女性，为什么你能够跟我们沟通？他们没有一个 appreciation， 也没有就是对这个觉得你在用我们的语言在跟我们沟通，而且我们是在葡萄牙，我们不是在就是法国，你要知道。然后这个就顺理成章了好久，然后这个就成了一个梗，我就会跟我的葡萄牙邻居会聊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说这边的人还是比较就是法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喜欢扎堆，就是不愿意融入当地的文化，就连语言都是不愿意去就是妥协的。然后这个事情在香港也发生过一次，那次是很晚，我晚上非得就是着急去买女性用品，然后药店马上就要打烊了，在那个时候我冲进那个药店的时候，就听见里面在讲法语，一对夫妇，一个香港的女生就非常的整个人就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对夫妇要买药，找这个香港女生，他们不会讲一句英文都不会讲。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到了香港去，结果还轮到那个药店的女孩子觉得不好意思。我一看我就自告奋勇的去帮她了，我也用法语。这一对夫妇不但对我没有任何的谢意，他觉得是应该的，他觉得就是全世界人都应该讲我的语言呢。我们是一对法国夫妇到了香港，遇到了一个能讲法语的中国女生，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吗？对不对？与生俱来的法式中心主义。对，所以这是当时我虽然帮了他们，但是我没有得到，就是当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被
感谢，也没有一个就他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谢谢，并没有说觉得哦你怎么能够就是讲我们的语言，然后帮助我们这么大。他们找的是一个那种而且比较紧急的一个，就是像消炎药之类的。你需要有这样作为一个全面的人，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的话，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话，其实是生活是越来越困难的。是，但是 Ella，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一点，我也有做过一些更深层的反思，在写书稿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些行为，学英文，学完美的美音，包括我去学一些什么棒球的俚语啊，都是在去迎合别人，都是在让美国人更方便。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还是去法国人那家肉店，你还是跟他们讲法语，你也没有挑战他们呀，对吧？你还去帮助那一对当然你帮助之前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如此的就是ungrateful， 对吗？对这个我们之前都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实际上我在这个默默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其实成为了一种 accomplice，right？ 我让这些事情发生，是我给了他们通行证，说你讲美语就可以了，你讲法语就可以了。对，就我们学了，就是那个学了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第四语言、第五语言，就是the list goes on，right？ 对不对？但最终其实我想着，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处罚别人吧。我觉得他们的处罚就是自己的无知咯。对，他如果以这样子的文化本位的态度去过人生的话，他学到的东西也更少，接触到的新奇的事情也更少，对不对？对所以这本身是他们的处罚了。对，都是有 consequence 的。是的。对，所以觉得在一个更加国际化多元的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世界公民，然后彼此只能做好自己，然后希望彼此都是对对方更加接纳、包容、友好。对，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全世界的白人看到。Maybe one day。是的，下次我们再用英语再讲一次。我觉得这个话题还真的可以值得讲。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去做这个开源者嘛。因为很多白人他很愿意让自己进步，但他不知道渠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对，确实是，而且这不仅仅是白人我们这是白人只是代指，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是这个白人。我其实现在还是很骄傲，我们在用中文就是讲这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是我小的时候不敢想的。我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讨论过吗？就是当时在这个我们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这个冲击下，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多阻碍的。当时是要为了要融入别人，为了要就像我们说的去找完美的口音。这个中国对外来文化就是一直是有外国月亮圆一点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对，甚至我家里面是非常严重的，对，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现在觉得通过就是自己的这个阅历，也会慢慢的觉得就是自己有很多的很好的地方。对，我现在我们不是上次聊过，我现在非常骄傲的告诉别人我的背景，而且我现在觉得我接触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国家，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精英这个词不想用了哈，但是就是非常优秀，非常有趣，然后非常完整的一个就是一个性格。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觉得是自己身边的一些就是财富吧。我最后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吗？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倩哈，拼音就是 QIAN， 但是 QIAN 对于全世界那种罗曼语系包括日耳曼语英语等等用户都是比较难的，因为 QI 在这个语言当中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的语言当中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是 QUE、QUI 等等，所以每当我把我自己的名字拼出来说我的名字是 QIAN， 常常会有英语的母语者呀，包括葡萄牙语母语者呀，他会说很奇怪。以前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说对，中国人我们这个很奇怪，名字很奇怪。最近碰到一个葡萄牙的女医生，态度不太好，我以后可能不会再去找她看，她就很 sassy。我找她看病，我觉得我好像欠了她什么，欠她钱那种，对吧？然后她问我，名字你怎么念？这个 QI 是怎么念？我说是念欠，然后他就开始说这个 Q 这个 I， 然后我就帮他 fill in her sentence， 因为我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但他英语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流利，我就说对，我知道在葡萄牙语当中 Q 后面有一个 U 他说对，中文为什么这么奇怪，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不满，然后我就说对啊，但是那个 we all can use the alphabet, it's not anybody's。Right? 这个字母表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we can use it our way。我们拼音就是要这样用，我觉得这个系统也很好。
然后他就没有说什么。应该说还没让你看汉字呢。对呀，还没让你看我们那些寓语语。对，这已经罗马化了，已经方便了。就是已经方便你了，我的妈呀，真的哎，所以我们希望更多人用我们这样子的视角吧。会不会有同学们说上以后成为常驻嘉宾？可以，那我多来几次啊！真的，大家在 comment below， 对，大家可以打赏，给我们一点小小的经费。对，我的旅费。对，希望大家那个踊跃支持我们，给我们点赞，然后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我们打赏，这是可以支持我们节目继续走下去。对，不打赏的话，也可以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朋友，因为其实收听的人数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内心的满足感的来源。对，以前我们不说的，现在要说了啊，要说了，对，以前总是觉得不好意思提钱这回事儿。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了，今天这一集真的是肉很多，对，汁水很多。我第一次上节目啊，大家支持一下。对，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摄影的效果不一定有平时那么好哈，但是这个内容本身，对我们当时那个电池没电了，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用手机录的。对，我穿的是我们好朋友Costanza and Trudeau 的衣服，今天穿的这么鲜红的，漂亮，讲我们这么鲜艳的故事。对，就是应该多穿艳色，我也喜欢这个题目。对，我为了配合里斯本这么蓝天白云，对，饱和度这么高。对，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谢谢大家，拜拜。